欢迎回到我的任意门。在丹麦的土地上，故事从未停止流转。当你踏入这个童话王国，仿佛置身于安徒生笔下的梦境世界。今天让我们一起穿越迷人的哥本哈根街头，探索壮丽的城堡，并揭开这个北欧国度的隐藏宝藏。丹麦位于斯堪的纳维亚的最南端，在北欧5国中纬度最低，总面积42900平方公里，人口约594万人。首都和最大城市哥本哈根通常是丹麦旅游的第一个目的地。新港这个色彩斑斓的港湾，无疑是哥本哈根最著名的地标。这里曾经是繁忙的商港，如今已经变成了充满活力的观光热点。五彩缤纷的房子沿着运河排列，阳光洒在水面上闪闪发光。这些房子中有一些是建于17世纪的，曾经是水手和艺术家的居所。你可以在这里放慢脚步，品尝一杯咖啡，或是搭乘运河游船，或从水上欣赏城市的风景。另一个著名的观光景点就是位于长堤公园港口岩石上的小美人鱼雕像。这是丹麦雕塑家爱德华·艾瑞克森根据安徒生童话《小美人鱼》而创造的雕像，于1913年8月23日正式公开。如果你是第一次参访，可能会对这座雕像的大小感到惊讶，因为它的高度只有 1.25 公尺而已，是名副其实的小美人鱼。命运多舛的小美人鱼雕像在历史上曾遭多次故意毁坏。在1964和68年，雕像头部被砍断偷窃2次。2017年被动物保护团体泼了一身红漆，2020年被反种族主义者涂上种族主义鱼 Racist Fish。 罗森堡城堡不仅是哥本哈根的历史瑰宝，更是丹麦皇室的缩影。这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城堡里收藏了丹麦王冠宝物，带你一窥皇室的华丽与风采。每一步都充满历史的气息，每一件展品都讲述着一段动人的故事。在官网上有虚拟导览，但还是要亲眼一见，才能感受到丹麦皇室的奢华以及其历史的辉煌。接下来我们来到现实版的童话世界蒂沃利花园。这座始建于1843年的游乐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主题乐园之一，也是华特迪士尼后来建造迪士尼世界的灵感来源。它融合了传统与现代，无论是惊险的游乐设施，还是浪漫的花园灯光秀，都能让你找到童年的纯真乐趣。在夜晚，整个园区被灯光点亮，宛如一个梦幻世界。丹麦的开放式三明治是经典的当地美食之一。这种三明治的特色在于它没有上层的面包，只用一片黑麦面包作为底层，上面堆叠着各种精心搭配的食材，例如海鲜、肉类以及蔬菜等。它的灵魂在于其丰富多样的配料。而它的一大亮点就是精致的摆盘，每一份都是视觉与味觉的双重享受，又被称为欧洲版的寿司。逛完哥本哈根市区后，我们来到布里格岛，犹如发现一片都市中的绿洲。这里曾经是一个工业区，经过多年的改造，如今已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最喜爱的休闲区域。运河边干净宽广的步道，除了可以散步之外，还能看到许多人在这里晒太阳、野餐，甚至跳入水中游泳。布里格岛的水域区是夏季最热门的景点，这里有几个专门的游泳池和跳水台，适合不同年龄段的游客来此享受夏日的清凉。水质经过严格的检测，安全而且干净。来到这里，别忘了体验哥本哈根独特的城市游泳文化。哥本哈根一直有全世界最好的自行车之城的美誉，在这里，自行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不妨租一辆自行车，像当地人一样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无论是沿着海岸线骑行，还是探访城市的隐秘角落，这都是深入体验哥本哈根的一种最佳方式。来到丹麦就要享受它的建筑之美。哥本哈根郊外的布伦德比花园城是一个独特的圆形社区，其布局模仿了18世纪丹麦村庄的传统模式。这些村庄的设计以中央为焦点，邻居之间的社交活动通常围绕着这个中心进行，例如聚会、聊天等，强调了社会互动的重要性。从空中俯瞰，整个社区宛如盛开的鲜花，每个花园都以同心圆形状的树篱作为外框，仅有一条通道往主干道。这些树篱不但取代了传统的围墙，还将花园区域分成多个扇形区域，每户人家都拥有独立的前庭后院，邻里之间虽然彼此相邻，隐私也得到了充分的保障。松德海峡大桥是一条行车铁路两用，横跨松德海峡的大桥，其大桥隧道两者结合的长度是全欧洲最长的行车铁路两用的大桥隧道。这条大桥连接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和瑞典城市马尔摩这两个都会区。位于希勒勒的斐特列堡城堡是丹麦最宏伟的文艺复兴时代建筑之一。这座城堡坐落在一个美丽的湖畔，四周被广阔的花园围绕。城堡内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展示了丹麦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历史。这里的艺术品和精致的室内装饰让人目不暇给，特别是巨大的巴洛克花园是拍照和散步的绝佳场所。莫恩崖是位于莫恩岛东海岸一片壮丽白色悬崖群，是丹麦最著名的自然景观之一。这些悬崖高达128公尺，延绵约6公里，直接俯瞰波罗的海，形成了令人惊叹的景观。它的白色外观来自于千万年前的白垩岩层，这些岩层是由微小的海洋生物遗骸累积而成的。丹麦国宝卢比格努德灯塔具有120年的历史，坐落在北部海岸的沙丘上。自20世纪中叶以来，卢比格努德灯塔所在的沙丘开始不断向内陆迁移，最后吞没了灯塔的附属建筑。在2019年，为了保护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灯塔免于被完全埋没或崩塌，当局决定将卢比格努德灯塔向内陆移动约70公尺。这项壮观的工程成功地将灯塔整体搬运，也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关注。灯塔现在已成为一个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来观赏，俯瞰北海和周围的沙丘，感受这片荒凉且美丽的风景。如果你喜欢这集影片，请订阅、按赞并分享，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集见，拜拜。